秀雅，你怎么说走就走啊？这也太突然了。董事长不是在培养你吗？徐海姐，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帮你的。秀雅，你倒是说句话呀！我就是想辞职了。吴秀雅很想跟他们坦白一切，从董事长跟她的谈话到台上的脱口秀，再到此刻的被迫辞职，她也有不甘和困惑。可那么多千丝万缕的话，似乎找不到一个气口，她忽然感到很无力。小丽姐，这个是吴总的采访资料，还有这个是建工杜总的采访资料，里边还包括2家公司的所有合作项目，都定在最后一页了。这个是董事长接受财经杂志的采访，电子原版在我的电脑桌面上有个文件夹。哦，好。好啦，就送到这儿吧。我再送你2部吧。你确定将来不会后悔吗？后悔什么？为了脱口秀辞职，不迟吧？董事长让我2选1，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2个都想要了。可是世间安得两全法？你都要当经理了，这是多少人奋斗很多年才能够得着的位置。脱口秀能有什么未来啊？我都不知道脱口秀是什么。权衡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是心安很难。我觉得我是做了一个让自己心安的决定。好吧，你很勇敢。其实我一直都挺羡慕你的，你知道吧？如果这时候我有手，我就抱抱你了，你知道吗？谢谢你一直照顾我，以后的路我会好好走下去的。搞这些，回去吧。那我不送你了，我回去写稿子了。拜拜。哎，秀雅呢？刚走。哎呀，我那个建工采访的数据还得跟他对一下呢。应该还追得上吧？啊，秀雅，哇，怎么回事啊？这是前面那辆黑色的车。所以你没有什么消息要跟我分享的吗？我辞职了。你……我说怎么一直这么个呢？就是上次不是董事长让我工作和脱口秀2选1吗？这不就辞职了吗？我想你们董事长说这句话的本意肯定不是想让你辞职。唉，辞都辞了，也没法揣测他了。对，不揣测他了。那咱们去吃点好吃的来庆祝你的辞职。好啊，吃什么？跟我走吧。好。
找钱我找不开呀。 ，100块都找不开啊！算了算了，我们想去吃的这家餐厅在黑珍珠必吃榜上哎。是啊，我投的。眼光还好吗？那我可不敢贸然评价你。那我还真想听听你贸然的评价。吃饭前先跟我去个别的地方。行啊。先生太太两位好，是想看一下童车吗？你们的宝宝多大啦？不是，我们没有宝宝。您是还没有显怀，不好意思说吗？不是，我们不是夫妻。哦，快了，未雨绸缪嘛。我方便给两位介绍一下这款童车吧？好啊。这款呢是适合0到4岁的宝宝，然后有睡蓝模式、高景观，避震效果也特别的好。我想问一下，咱们针对的是高端母婴市场对吗？我做了调研，我们家的东西其实不便宜，但是营业额非常的高。是的，先生，公司的定价和目标消费人群都是针对中产育儿市场的。好，我们自己看一看，谢谢你。来，这道芋奶菜心非常有名，你尝一尝。确实好吃。我刚才这想一出是一出的，有点让你不自在了吧？不是有点儿，那是什么？是很不自在。那我向你道歉，好吗？是那样，我最近是想涉猎母婴品牌的，所以刚才我看到那家店就进去了解了一下。Sorry。接受你的道歉。不过刚才我的心情倒是很愉快的。看人出丑总是心情愉快的。更重要的是，我对刚才那个画面是有期待的。母婴确实是一个好主意，因为生育对于女性来说确实会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影响工作呢可能只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母亲和孩子天然牵绊就会更多，这就会让女性为此付出的更多。但是另一方面呢，又会有一个声音说，哎呀，你不可以全职在家带孩子，你不可以与社会脱节，你必须要经济独立，所以就会有很多女性会积极的回到社会工作当中去，然后努力作为一个所谓的独立女性。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另一个声音说，孩子的心理健康非常的重要，母亲的陪伴必不可少，你必须要承担起一个母亲该承担的责任来。所以这个时候很多女性就会下意识的购买很多高品质的母婴产品来弥补孩子。所以你看，这简直就是一场由 PUA 引发的冲动消费。你为了逃避我的话题，是真的可以原地写出一篇论文来的哈？没有啊，我就是，你不是说要投资母婴这一块吗？我就跟你分享一些我的社会观察还有思考。好啊，那你觉得这个问题有解吗？当然有啊，这就是简单的分工问题嘛。那你传统的观念认为，女人就是靠男人养家，男人就得靠女人带娃，但实际上家不是一个人的家，娃也不是一个人的娃。你换个中立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没错了。只不过大家的关注点就很容易集中在两性对立上，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社会焦虑。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也会有很多人选择不生啊。那徐总，对于这些不会进入到你消费领域的人来说，你有何解？我正好投资了养老产业，那不生孩子都没有问题，但是以后呢，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没有人养老了。
那这个板块是可以做得更商业化的。其实你说的这些问题我都有考虑过的。社会的发展嘛，我们的文明是要往前走的。以后呢，想生孩子的人可以尽情的生，想生多少都无所谓；不想生的人就不要生，大家也不会觉得很奇怪。我觉得自由度和宽容度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大体认同，细节有差。不过我要再说下去，我可真就要写一篇论文给你了。找到我吧。看看，是不是一模一样？天哪，还真是，就是徐云峰，吴秀雅，吴秀雅徐，这俩人八竿子打不着，这不可能吧？不会是在那个金融峰会上认识的吧？别看秀雅闷不吭声的，每次出事情都搞得惊天动地的。不，这个车得100多万吗？这么贵？你们是不是真不懂啊？他那么有钱的人开100多万的车，那对他来说这就是寒酸了。人家厉害就厉害在有钱还这么低调。真正有钱人根本就不在乎开什么车，他开什么车咱也不敢说的。就是，哎呀，你咋忘？秀雅之前跟我有过误会，我现在拍她马屁还有用吗？现在怕是想拍也拍不着喽。那也不至于，现在有钱人换女朋友的速度比挣钱的速度都快。那你可小看秀雅了，更觉得来了。哇，我的天！怀上了啊！真的假的？了不起！所以我说秀雅心思深沉的，人有把握当老板娘才离职的。这也太劲爆了吧！不行，我走了，我去拍秀雅马屁去。秀雅就是我们内宣部的吉祥物，从此走上人生巅峰，吃香喝辣。去掉下周要交的房租6200，水电网话费，不对呀，我的雅，不能就剩这些了。上次大剧院集资我出了2万。2万？你可真大方。那时候谁能想到啊？我就觉得我好歹还能有下个月的工资，不至于饿死。你们单位没有那个辞退补偿金吗？辞退补偿金是很难理解吗？辞退补偿金，从字面就被辞退了，双倍工资给你作为补偿。辞退还给钱呢？啊？你问这些你也懂啊？上过班。关键是我们董事长没有辞退我，是我自己辞职的。啊？得，得亏2月房租。早知道我当时不要面子，面子能值几个钱啊？哎，小兰，你那还有多少？剩1万多吧。刷卡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昨天一查才知道已经透支1万多。你也太能花钱了，这个。作为一个现代都市女性，那很费钱的好不好？再说我这已经很省了。好吧，现代都市女性，你们真的就是太年轻了，不懂得攒钱的重要性啊！到我这年龄，你们就知道了。我挣着钱了，一定开始攒。再说你攒了多少？映入你眼帘的都是我攒的，这不只聊人家，你老聊我干什么？你成心的吧？跟谁学的？秀雅，直接啃老，不丢人。你觉得我敢跟家里提吗？我连分手这事儿都没能说出口。为什么呀？因为郑浩在我爸妈眼里那就是一个上等的金龟婿，比我地位高多了。他是金龟婿，那徐云峰是啥？那不就上等的叫钻石龟婿了吗？啊，那是一个档次吗？能相提并论吗？你把徐云峰的资料调给你爸妈看一下，那这哭着喊着开着香槟捂着狮子让你分手，知道吗？我跟徐云峰就是处看，不算谈恋爱。那不是你说了算吗？哎呀，要我说，这没结婚就都别说。